接下來我們要關心到的是俄烏戰事，普丁真的可能會動念對北約出手嗎？歡迎觀眾朋友留言跟我們一起做互動。如果您認為有可能，可以留言寫1；您認為說這可能性實在太低了，留言寫2，跟我們一起做互動。另外呢，來自於拉脫維亞的最新示警說，俄羅斯接下來可能會動用的是混合戰哦，針對於波羅的海的3小國跟波蘭來做打擊。另外呢，真實發生的事情是俄羅斯的圖160逼近了在北約的邊界飛行哦，歐洲現在前線緊張情勢全面升溫。好，今天就這些議題會一起來做關心。尤其我們今天要關心到的是北約是不是危險了呢？剛剛我們提到的嘛，這個是來自於拉脫維亞的最新情報機構做的示警，他說呢，俄羅斯總統普丁正在加速布局，接下來他會針對波羅的海的3國跟波蘭這邊進行一個全面式的混合式攻擊。那麼不是打傳統的戰爭，有可能打的是飛彈，還有加上無人機跟他的資訊戰一起做齊發。那另外一方面，還有人更擔心的是說呢，這個普丁的決策權是不是對普丁都是報喜不報憂，導致他有可能誤判，所以會導致接下來的俄烏戰事有可能失控嗎？這是要持續的來做關心的部分。那我們也看到俄羅斯確實哦，不管是俄羅斯，等一下也會看到烏克蘭的部分，兩方呢針對於對方的這個軍事行動都不斷的在升級。我們先來看到，首先呢，俄羅斯它出動它的圖160戰略轟炸機，也是這個超音速的核戰略轟炸機哦，出現了。飛行的地點是在中立空域區，在這個北約，也就是呢，在挪威海跟巴倫支海這附近進行了16小時的長期飛行，當中還包括了有出動了1次加油機哦。好，那另外一頭呢，我們來看到俄軍在烏克蘭的動作，空襲行動仍然是持續當中的。包括了在烏東地區呢，它出動了它的空襲行動，總共造成了3死22傷。那麼俄軍也說呢，擊落了來自於烏軍共是300多架的無人機。那烏克蘭這邊也做了指控，說俄軍啊使用滑翔炸彈，不斷的轟炸在烏東的前線，還有各式的民用基礎設施，當中還包括了俄羅斯方面曾擊毀了這個澤倫斯基這邊的家鄉的部分土地哦，造成了3死25傷。那麼烏克蘭說了，這個俄羅斯的方面是不是有使用極速炸彈，尤其是來自於朝鮮技術的這個極速炸彈呢？再來看到中國方面，中國最近動作也比較多。最新的消息是中國外長王毅在印度會面了俄羅斯的紹伊古，雙方再次的重申，彼此的關係是無上限的戰略夥伴的關係，是不是？他們也說了要一起來面對安全的挑戰呢？再加上中國大陸的海軍83艦編隊也同步抵達了俄羅斯，是不是展開軍事上面的一種互相表達友好、明顯的升溫呢？那漢庭怎麼看？先來看到俄羅斯在軍事動作上面不斷的升溫，那麼他現在情報單位說的嘛，有沒有可能去攻擊包括波羅的海3小國跟波蘭呢？普丁接下來的行動，漢庭怎麼看？先說圖160的16小時的飛行大概第一個是給北約看嘛，我能夠這個掛巡航的這個飛彈飛16小時不落地，你家的預警時間非常短。第二呢，當然給國內看啊，普京整個戰略的威懾，這人設不能垮，烏東就是打得很好啊。那我的戰略上，空軍呢也是要出來刷存在感。再第三呢，也是給談判桌看，如果美俄要重新來談啊，烏克蘭怎麼收？那麼俄羅斯手上有這個，而我能打到倫敦、巴黎的這張牌啊，不是虛的。不過呢，這也不能夠擴大解讀成為要炸北約，畢竟圖160飛來飛去，其實不是新的新聞啊，就以前也常常出來飛來飛去。那普丁接下來的戰略目標是啥呢？第一，他還是要逼北約要降低援助烏克蘭的意識，就他不會真的要去打什麼拉脫維亞啦，或者去打哪裡啊？那他只要是讓北約的這些國家、歐洲的國家民眾能夠問一下，我們幹嘛要為了幫助烏克蘭冒這麼大的風險啊？反正戰爭也打了這麼久了，好像也影響不到我們，那我們還有必要繼續援助嗎？啊，萬一真的再援助，俄羅斯就對我們不好。所以只要能夠影響到歐洲人民的心理，那俄羅斯就達到很高的目標。第二呢，也要測試北約第5條的灰色邊界。就如果呢是說啊，坦克啊、飛機直接開進到了北約的領土啊，炸過去，那當然就觸犯了這個集體防衛。但如果是像現在這什麼電纜斷了啦，然後無人機飛進來啊，這個什麼倉庫燒了、鐵路壞了，那北約到底要不要啟動第5條呢？這就是俄羅斯很愛玩，也在測試看看嘛。
那往往呢，因為北約也不敢真的大動干戈，一旦啟動第5條，就是集體要捲入戰爭。但只是在這個灰色作戰當中，那俄羅斯也還能夠佔一點便宜。再來第3，也要利用美國跟歐洲之間的分歧。畢竟現在這個美國川普他對歐洲要求很高，而且呢也很責怪歐洲。美國國防部長赫格塞斯在上周又在批評，北約很多國家這國防支出不夠要檢討一下美軍在歐洲的部署啊。路透社也有報道，北約秘書長呢也要再跟川普碰面，所以這就是普丁所想要看到的，就是說，你北約如果想要去配合美國搞軍事擴張，但你在政治上反而會很焦慮。歐洲跟美國之間的地位也是俄羅斯希望能夠去做挑撥離間的。好，同樣的問題也特別請教幹哥，尤其我們特別關注在圖160它的戰略轟炸機貼近北約這件事情。那還有就是中國大陸跟朝鮮的角色在這場戰爭當中，會不會形成多方介入的消耗戰？幹哥怎麼看？我們看到圖160出來，我們真的有一種感覺，叫久違了。知道為什麼嗎？因為這架飛機非常漂亮，又大，它的等級跟美國的 B1 槍騎兵戰鬥機是同一個等級，但它比槍騎兵要大了1號。也就是說，美國的這個3位一體的空中轟炸機就是 B52、B1 跟 B2。那像這個TU-160图波列夫設計局它在俄羅斯的航空發展史上，它都是在幫國家製造最先進的轟炸機。從第1代 TU-16，也就是現在我們的轟6的原型開始，到 TU-22，到現在的 TU-160，大家曉得這些飛機都是他們的責任是幹什麼嗎？他們就是每次在這個冷戰的時候他們要先出波羅的海，再進巴倫支海，最後到挪威海，以及到北海，這是俄羅斯軍隊他必須要出來的那個動線，那是一定的包括空軍是這樣出來，連核子戰略潛艇也是這樣出來，所以巴倫支海一向是俄羅斯最重要的演訓的空域跟海域。那所以那個為什麼最近會讓這個 TU-160它的昵稱叫做白天鵝？但是我們專家會稱它叫做黑傑克，到底是又黑又白，這是哪一種呢？的意思，這2個綽號對它都是一種敬稱。因為 TU-160不管是黑傑克還是白天鵝，這種轟炸機很久沒有出來了。你知道，當年在俄羅斯解體的時候，烏克蘭自己分到了8架，然後俄羅斯自己有20架，結果烏克蘭說，包括核子武器在內，我通通還給你俄羅斯。連這個飛機我也還給你了，所以現在烏克蘭非常後悔，連這個戰略轟炸機，因為這個它是可以帶核彈的，結果它通通還給俄羅斯了。所以俄羅斯它其實很少在用這個飛機，為什麼？它是戰略轟炸機，它是要丟核彈用的，它不是一般用的那種轟炸機。所以說它這次能夠配合米格31一起巡邏，對北海的波羅的3小國進行威嚇，其實它最重要的是要做給誰看，你知道嗎？做給波蘭看。你知道為什麼？因為波蘭你真的太離譜了。波蘭以前你是我佔了1半領土的國家，結果這4年來你幫烏克蘭幫多久？所以這次派出 TU-160有它非常重大的意義。我覺得普丁也煞費苦心啦，因為這樣子寶貴的武器他拿出來用，然後他就是要震懾北約的這些相關的國家，所以它的意義很深遠。不過用心也算是良苦了。我是覺得說，像這樣子的寶貴的資產，如果下一次再拿出來用的話，恐怕會是真的用哦。所以說，北約國家不得不提防哦。好，我們剛剛看到的是俄羅斯的攻勢，那我們也來看到現在那烏克蘭的攻勢呢。烏克蘭則是大規模的現在在戰場上面使用無人機，他現在做了各種的軍事轟炸。有人說現在這場戰爭是不是來到了一個轉折點？看到烏克蘭是不是正在改寫整個戰局？尤其他最近做的精準轟炸，瞄準的是包括俄羅斯它的後勤啊、補給線啊，還有電子零件廠，甚至是當地的這個煉油設施哦。俄羅斯現在當地呢出現了汽柴油的短缺，而且加油站有排隊的人潮哦，政府開始實施限購令，針對石油的部分。玉軍怎麼看烏克蘭這一波攻勢？就是烏克蘭他開始用他強項的不對稱的作戰，
所以他的攻擊的方式是有所改变，他就是不跟俄羅斯硬碰硬，就是他不跟他比誰的人在戰場上去可以鋼鐵式的碰撞，或誰佔領的土地比較多，他開始去打後勤戰，就是他不跟你比誰的拳頭硬，他去打你的心臟、打你的血管、打你的神經哈。所以這已經從一個掠奪跟佔領戰變成一個系統癱瘓戰。所以這個變成是他是怎麼打？他是打這個節點跟系統癱瘓。那對他來說，他就以小博大，是非常的有效力的，然後在戰略上也是非常的能夠突出他自己的能力的哈。那他這種所謂的從前線轉到生產線呢，就是以前呢後援呢只是就是後援只是支持前線，但現在看起來就是說後援就是前線。如果你沒有辦法提供前線的話，你的前線的戰局就會下降。那他現在就是2條線走，就是西方支持烏克蘭哦，就剛才汉庭所說的，這個西方現在呢不希望呢派這個地面部隊進入跟這個俄羅斯打仗，他們只願在後面提供他們這個一些不管是軍事的設施還是民生的設施。另外一條就是俄羅斯、中國跟這個朝鮮這一幫，所以它這2條線在比誰的後援會持續的比較久。是，所以以後呢，這樣子的一個生產線搬到前線的一種打擊呢，就變成說，如果烏克蘭可以精準的去不管是這個鋼鐵廠啊、汽油廠啊，就可能會讓普丁他持續的做更錯誤的判斷。他會覺得說，我的部隊在前線有持續的在獲勝，有持續的在拿下更多的土地，那他可能就會對於整個戰局會有不同的判斷，或者是錯誤的判斷。因為川普一直給予這個普丁一些支持，導致說這場戰爭其實已經是延長了更長的時間。但是看有長久的來看的話，川普是害了普丁，打了一場他不能贏的戰爭。好，謝謝玉君。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来。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